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实盘使用一个策略的时候，我们怎么提前知道这个策略上线之后的一个大概的表现情况，运行1年后究竟是亏损还是盈利，盈利的概率有多少？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平时在开发策略中的一个步骤，其中的一个测试策略的一个关卡，就是我们的蒙特卡洛模拟。针对于这个技术的具体的历史啊，还有它的演绎的过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的内容。在这个 MIT 的公开课程中有详细的讲解相关的理论知识，而这些理论的知识体系它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并且我也没有别人讲的好啊。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讲一下蒙特卡洛模拟它在量化中具体是怎么应用的。蒙特卡洛模拟基本上来说是我们稳健分析的一个比较后置的一个环节。所以说如果说你是小白啊，或者说你还只是初入量化啊，会开发，但是还没有一套比较稳健的流程的话，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先不要去使用啊，因为你这个相关的这个知识体系不够完善的话，你是用不好的啊，或者说是你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到它的价值，它属于一个比较进阶的内容了。当我们使用历史数据去回测的时候，不管你是 in sample 还是 out of sample 还是这个WFA， 总归我们上线之后的数据啊和历史回测的数据，它们的具体的呈现方式、排列方式啊，具体的这个市场环境的排列方式，终归是会出现这个或多或少的这个差距的啊。历史它会重演啊，但是不会很完美的重演。那么我们的策略啊，如果遇到了那些不适合它的市场环境，它的绩效就会变得很差。那么这个很差，它究竟是有多差呢？这个差的程度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吗？我们怎么在上线之前就知道这个最差的结果它是多少？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值给我们参考？如果知道这些最差的结果这个数据之后，我们不能接受，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规避掉很多没有必要的这个实盘上的一些资金上的损失。针对于这些情况，蒙特卡洛模拟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本质来说，它是一种乱数的一种计算方法，是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技术。它被大量的应用于各个领域中，包括这个物理啊、计算生物啊、工程啊、金融等等等等。而在量化交易中，蒙特卡洛模拟啊，它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这个评估风险的工具，它可以解决这个概率方面的问题。量化呢，它本质来说就是从众多的这个历史数据中去寻找高度重复的一些特征，这就很符合这个概率统计学。所以说量化其实是非常适合蒙特卡洛模拟的。它具体的操作就是首先记录你每一笔交易的一个损益情况啊，你的 profit 和 loss， 然后把这些记录进行一个随机的打乱，然后重新进行排列，最后反复的把这些排列之后的随机打乱排列之后的这些记录反复的执行成千上万次，模拟出成千上万条不同的涵盖各种情况的资金曲线，然后再从这些资金曲线中统计出相关的这个数据，比如说MDD 的中位数啊，如果交易1年的你这个破产的几率有多少，大概盈利的概率有多少，1年的这个 Return DD Ratio 的中位数是多少，也可以帮助你计算出你执行这个策略需要使用的一个最小本金是多少。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拿来去分析这个策略它的稳健性究竟好不好，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去进行实盘交易。总之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模拟可能会遇到的各种的市场环境，并且评估我们的交易策略在这些不同的情况下的表现如何。核心思想就是使用随机抽样来模拟可能的市场走势，
并且通过大量的去重复这个过程，生成一个可能的一个结果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极端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交易策略可能会有怎么样的结果。进行这个蒙特卡洛模拟的工具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Quant Analyzer， 也就是我们的 QA 也可以使用 Python 代码，也可以进行相应的模拟，包括你使用这个 Excel 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讲具体的使用之前，我先给大家分享2点这个使用的注意事项啊。首先就是我们拿来分析的这些数据一定要是样本外的，它不能是样本内的，或者说是经过了很多的优化的回测报告啊，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样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你样本内的数据，它经过优化之后啊，它本身的表现就很好，那么大概率啊，就是能通过相应的这个测试的啊，这就失去了我们这道关卡的意义了。还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策略的原理啊，它是属于一个序列相关的策略，比如说你的策略是这样的啊，交易规则是如果收盘价上穿越100 MA， 并且前一笔持仓它是盈利的，那么就卖空。像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使用蒙特卡洛模拟了，因为你订单与订单之间的这个依赖性太高了，你当前这笔交易条件还要取决于你前一笔的持仓是否是盈利还是亏损的。如果针对于这样的策略你去做相应的这个测试的话，那么你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好，我这里就先以这个 QA 来做相关的这个应用上的讲解啊，后面我再讲解一下我自己平时是如何使用这个蒙特卡洛模拟的。使用 QA 去做相应的这个测试模拟测试的话，就是我个人观察下来啊，因为我也不知道它这个软件背后的一个计算的公式啊，但是我个人观察下来，它计算出来的结果啊，我个人感觉都有一些偏好了啊，也就是说你策略通过的概率啊有一点点大啊，这不是一个优点啊。我个人是不经常使用它的啊，一方面是我不太信任它，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有更高阶一点的做法，这样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可以用来分析的这个数据，因为这个 QA 啊，它能给的不是很多啊。还有就是，它如果是这里的执行次数过多的话，它就有一点点慢啊。但是针对于初步接触这个相关概念的同学来说啊，使用它来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很多这个专业的交易者也使用它来做这个相关的分析。那么首先就是把你的所有的这个交易记录导入进来啊。如果你是做 WFA 的话，你还要把它组合成为一个 portfolio， 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资金曲线的一个记录。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是样本外的啊。然后在这个输入框这里，输入你想生成、你想模拟出多少条这个交易曲线。比如说我这里就使用5000笔，也就是说它会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交易记录啊进行5000次的打散，然后重新排列，生成一个模拟报告啊。我们点击这里的 Run。好，模拟成功之后，它会把所有的这个资金曲线，包括这个最好的、最坏的、平均的一个资金曲线分布情况给我们展示出来。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看一下这里的具体的一个数值，看一下灰色的这一行，也就是95%的置信率这一行。如果你的风暴比，也就是你的 Return TD Ratio 原始的是 7.24 嘛，如果95%的置信程度这里的风暴比能够达到原始策略的一半，那么就认为这个策略是及格的。这是大多数交易者的一个用法。然后通常来说，我们还会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我想知道这个策略运行1年，它的具体的表现情况是不是我能够接受的，那么我就可以把这里的这个
Scalp Trader 这里选择为50%。假设我们这个交易记录它是2年的回测报告，我们就选择剔除掉50%的交易，也就是说，它会随机的从我们这2年的数据中挑选出1年的交易记录去做这个乱序的打散，然后重新排列。设定好之后，把这个勾选上。设定好之后，我们还是点击这里的 Run。然后像这里的数值的话，它的表现就不是很好了。但是说，如果你能够接受自己的策略，未来1年大概率你的这个收益和风险的比例是 1.12 的话，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及格的。但是我个人来说，这个 1.12 还是有一点点低了啊，有点低了。我们刚才演示的是这个使用 QA 去做模拟的一个常规的用法，但是针对于我们来说啊，我个人来说，我是使用这个 Python 代码去做相关的这个模拟的啊，它可以给我更多的有用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我这里准备好所有的这个样本外的回测记录之后，我这里是以一个我之前开发的一个策略作为举例啊。准备好样本外的数据之后，我们执行这个脚本，它就会按照相应的这个计算公式，还有结合我们具体的这个策略下架相关的这个策略管理，模拟25000次之后，它会给我们一个比较精准的一个模拟情况。它的主要作用呢，其实也不复杂啊，它就是帮我们生成了2个 Excel。 我们具体看一下这个 Excel， 左边的这个 Excel 它是代码帮助我们把所有的这个 WFA 之后的这些交易记录啊进行一个顺序上的一个排列，右边呢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些数据它所代表的含义，你们也可以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生成的这个数据啊，去做自己评估相关策略稳健性的一个参考啊，一个依据啊。首先第一列的话，它代表的就是你跑这2500次究竟是用了多少本金去做。而第二列的话，就是根据我们的下架标准啊，如果它在模拟的过程中，它的这个 MDD 达到了我们设定的一个下架标准的话，那么就代表这条资金曲线它是破产了。它统计的就是我们运行这个策略啊，第1年破产的概率有多大，就是达到我们的 MDD 的概率有多大。这个肯定就是越低越好。那么第3列就是计算的头1年它的一个回撤情况啊，回撤情况的一个中位数是多少。第4列的话就是我们第1年盈利的一个中位数是多少。第5列的话就是我们第1年盈利的一个百分比的中位数是多少。那么最后一列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运行这个策略运行1年它能够盈利的概率是多少。那么最终取决于我们的策略能不能通过的一个标准，其实就是还是这里的 Return DD Ratio 啊，这个数值跟我们 QA 里面的这个 RET DD 它是同样一个概念啊，就是用风险除以收益的一个比例。我个人针对于这个比例的要求是最起码你要大于2，也就是说运行1年的话，你的风险和收益的比例要是大于2才算及格。如果小于2，比如说这里的这个策略它最高的话也就是个1.86啊，不到2，那么我就会放弃这个交易策略啊。即便是它原本的这个Return DD Ratio 已经达到了这个 7.24 啊，这是样本外的啊，没有做任何这个优化的啊。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依旧还是会放弃这个交易策略啊，因为规则就是规则啊，你制定了就要严格的去遵守。我放弃掉这个策略之后啊，我也不会再说去
继续在原来的策略的逻辑上再进一步的去开发啊，再添加一些更多的滤网啊，更多的交易规则之后再来执行这个蒙特卡罗模拟啊，希望它修改之后能够通过。我不会这么做的啊，因为那样的话，一定程度上你就是在和你的历史数据去做拟合啊，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你就是自己骗自己。好，这就是我平时使用蒙特卡罗模拟的一个过程啊。总结一下，它是一个强大的技术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在进行量化交易前做出更好的决策。不过因为有这个环节的存在啊，它会导致我们大部分的策略其实都无法通过这个测试。但是我觉得它存在的必要性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实盘的盈利，而不是说一个漂亮的回测记录。好，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